这边的监控那叫做一个惨了，因为故障比较棘手，已经修跑了好几个师傅。我们先来听一下当事人是怎么描述的吧。他跟你讲的大概什么问题？跟你讲了不？我跟他说过的，就是说有几个摄像头动不动就看不到，对吧？不是几个摄像头动不动就看不到，他有时候他是不固定点位的，他有可能今天是这个，明天就是那个，不一定的。然后他会自己恢复吗？还是不会？不会，你必须人为去摄像头那里的那个网线接点口那里把它拔了，然后重新插一下，它才会自动连，才会重新连上。因为，OK。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跟客户去装的，当时而且我跟客户关系也还不错，但嗯，是出了这个问题呢，搞得我也很难堪，知道吧？因为装多久了？1年多了，但是陆陆续续一直都有这个问题。装完之后大概1个多月就开始陆陆续续出现这个问题了，但是我当时没有在意，我以为可能就是简单的问题，嗯。当时就给他半个月去维护一次，半个月去维护一次，然后啊，后面越来越频繁了，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去的，你这个也是够惨的。是很惨啊，搞得我就很头痛。然后客户那边也搞得就是，就是挺尴尬的。谈话内容有10多分钟，我就不全部播放出来了。总之，这些监控不要求我修好，只要求我把原因找出来就行了。我和他一起来到了现场，他带我走了一圈。我了解到，他们监控部有4个汇聚点，其中3个位置还好，但是有一个点位是藏在上面的，即使拿最高的梯子，距离机柜也有2.5米的距离。我就怕我人上去了就下不来了。至于机柜的这些线路，我就不详细说了。要真讲的话，视频得好几个小时长了。因为线不是他布的，他看这些线路也有点懵，所以主机房的线路和设备还是得我自己摸排清楚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搞清楚主机房都有哪些是负责监控的，以及哪台设备是他们的核心交换机。首先带换口的设备就被我排除了，因为只有路由器才带换口。好在这边2个 PO 交换机上面是有标签的，很明显这个 JK 代表监控的意思，但是这个写的厨房我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。后面我发现单纯靠标签理清楚这些线路就太耗时间了，所以我干脆直接上电脑了。这个 PO 交换机虽说是负责监控的，但是我感觉它应该不是核心交换机，而且这个牌子我也不认识，我怕我到时候插上去，我电脑直接给干报废了。上次我电脑主板就这样报废过一次，所以我还是选择接到普通交换机上，看看能不能收到摄像头。我打开康哥的软件，发现是可以收到摄像头的，但是只能收到23个，这也是我意料之外的事。难不成这个还不是核心交换机？但全部的录像机都在这里了，应该有一个核心交换机才对啊。这个问题我先放在一边，我打算先随便拼一个摄像头，看看它的时间波动是否正常。因为我初步判断，它这种随机性的断开，很可能是交换机背板带宽不够的原因。80多个摄像头接到一个交换机上，确实容易把交换机跑瘫。所以我打算通过看拼的时间波动来判断这个交换机是否负载过大。我拼了以后放回看，它延迟的时间几乎没有，那就直接排除了这个原因。眼下还是要找到那个核心交换机才行。正当我纳闷他们核心交换机是哪个的时候，事情就出现了转机。大伙看到这协议了没有？这是哪个维修师傅见了都害怕啊。这下我就明白了，康哥为什么只能收到23个摄像头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就尝试用宇哥和华哥的软件来试下了。我首先打开宇哥的软件试了下，发现它可以收到70台设备，但是我数了下，应该是86个摄像头才对。于是我就换了华哥试一下，结果华哥不给力，一台都没有收出来。不过这个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已经知道它就是核心交换机了。我发现它们网段都是不同的，上边的这个是2网段，左边的这个是0网段，右边的这个则是1网段。看来他们还做了网段的划分。接着我就要拼这3个网段的摄像头了，看看它的延迟时间是否正常。如果拼的延迟巨高或者丢包的话，那么问题就很明显了。好消息是我拼了3个网段，延迟的波动是没有明显的异常的。坏消息是我还是没有找出问题来，看来这个问题还是相对的棘手。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思路，我只能去坏的摄像头那边寻找线索了。我通过回放的方式大概确定了这3个摄像头的安装位置，一个是在杂物间，一个是在走廊，另一个则是在通道。我优先来到距离最近的走廊，我看到摄像头灯是亮的，但数据灯是不闪烁的。我也用手盖了半天，这摄像头愣是没有任何反应。
我只能拔了它线上去任意试试了。可惜的是，它只亮4、5、7、8的灯，看来这交换机还不支持对线。要想知道这线是否正常，那还需要找到它另一头才行。当时这边客户比较多，不方便找线，所以我只能把摄像头拆回去检查了。我把它带了回去后，大伙看吧，XPO1交换机上它就彻底不亮了。我可是啥都没干哦，就单纯的拆下来而已。我以为是交换机的口问题，我又换了一个口试试，大伙看吧，它一样是不亮的。当时就把我整郁闷了。我又把它接到旁边的小交换机上再试了试，这下灯倒是亮了，但这亮的还是很不正常。看来十有八九是这个摄像头坏了。后面我再把它装回去试了下，这个灯果然就再也没有亮了。有时候就这么巧，你过来之前它是亮的，但是你一旦拔了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所以我只能说这摄像头彻底坏了。接着我就去到第二个地方，没想到这灯怎么一闪一闪的，看来十有八九也是摄像头坏了。我爬了上去，虽说它的数据灯是不亮的，但是它补光灯仍旧会闪人。流程还是要走的，我这边对了下线，发现它1到8星是可以对得上的。看来这个交换机和刚才那个交换机还是不一样。罢了，直接带回机房测试。我带回机房接上交换机后，发现它的灯也是不亮的。正当我以为这摄像头是坏的，但是我又多了个心眼，我把它接到大交换机上试了试。没想到的是，一接到大交换机上，摄像头居然亮了，但数据灯却一直是没有闪烁。此时我也一直期待着这个画面它会不会恢复，但是我等了很久，这个画面还是没有恢复。当时我就怀疑这交换机有没有和这个录像机是互通的，于是我就拔了交换机的这2条支线，我给它全拔了，看看会不会断开。虽说主线拔了，却发现这些画面还是正常运行的。看来这个交换机和录像机还不是互通的，只能说找到负责摄像头的交换机才能弄明白原因了。当时我怀疑这摄像头的线是到这个机柜里面的，因为它距离摄像头是很近的，但是上面实在太高了，我上不去不说，而且下面都是客人，所以我只能来到这个机房碰碰运气了。没有，线路果然没有通向这里，看来只能想另一个法则了。我知道摄像头的 IP 地址是192.168.1.13，我进入后台查看了下摄像头它是否正常，但是我一进入后台，它一个劲的要求我安装插件，却没有给我提供插件的链接。我换了好几个浏览器，也是一样的结局。这种情况我只能作罢了。然后我又尝试用2个录像机收到这摄像头，好在上面这个录像机找到了这摄像头，但偏偏人家 IP 又不是同网段的，我只能修改它 IP 地址了。经过万难的险阻，我终于确定这摄像头它是正常的。这下难搞哦，摄像头的还是正常的，线路问题不成，把它装回去试一下吧。但是我把它装回去的时候，它的灯又不亮了，又回到之前那样一闪一闪的。但是我网线对线它1到8是通的，所以很大概率不像是网线的问题，但是也不像摄像头的问题，这事确实怪得很。问题还是没有找到，我只能去第3个摄像头看看是什么情况了。来到了第3个摄像头面前，一样是灯不亮的情况。我给网线对了下线，发现这下就连4、5、7、8的灯都是不亮的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把摄像头给拆了下来，然后再核实了下网线它有没有断。幸运的是，摄像头的线路是来到主机房的，我通过行进仪很顺利的就找到了它。我也把带回来的摄像头接了上去验证下，看看它有没有坏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这时候它居然就亮了起来，接上去就亮了，而且画面也恢复了过来。画面出来了。正当我以为是线的问题，但是我看了下网线，发现它8星也是亮的，线都是正常的，这就很有意思哦。我看一下吧。于是我就拨成对线再试了一下，大伙看吧，它1到8星确实是正常的，看来也不是网线问题，那应该是交换机的口有问题了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吧？我把这个拔了，接3号口看会怎么样？我把网线接到刚才那个口上，它的灯又正常了过来，神奇吧？而且画面也是有的。就这样，摄像头、交换机、网线都被我排除了，这样看这3方都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又回到了起点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？后面由于这个摄像头正常了，我就把摄像头给安了回去，但是没想到这故障又发生了，它补光灯是亮的，
但数据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我回到录像机面前一看，画面果然又丢失了。我再看了下灯，大伙看吧，这交换机的灯明显不正常。这下我就明白过来了，大伙记得它现在是没有画面的。接下来我就把它网线给拔了，接到上面那交换机来试一下。接下来就要关注这个画面了。哦，出来了，画面出来了，那还是交换机的问题。大伙看吧，画面恢复了，看来和我判断的一样，这注定不是个例。大伙看到这个凹口的灯没？它闪的也不是那么正常。这录像机正好不是还有个画面没有出来吗？正好我把线也换上去试下吧，没准就真的可以呢。希望这个一会儿会出来。哦，这个画面也出来了。大伙看吧，画面又恢复了一个，看来破案了。我猜的没错，应该是这些小交换机供电存在一些问题，近距离应该还没事，但经过了时间的推移，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摄像头它就不行了。后面我去其他机柜也是一样的情况，我把网线接到大交换机上，后面它又恢复了一个了。其实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值得推敲，但这就注定了视频的时长不会短。估计看到这里的人少之又少。如果本期视频播放比较好的话，那么我很可能会改变风向，逐渐的把每一期都讲得更加细节化，这个就离不开各位的支持了。好了，希望本期案例会对你有帮助。这期过来解决一个棘手的网络故障，一样是同行过来了好几次，始终找不出原因来。他们也纳闷了，本来这边的设备就不差，网络环境也是比较干净的，但是自从他们新增了4个 AP 之后，这边全局的网络就卡得不行。他们过来无论是摸排线路还是更换设备，实在找不出原因来。当时我过来看了一下，他们上的设备确实是挺不错的，这里的办公人数大概有100多人，但是这个路由器它能带动300个人左右。下面这个交换机的性能就更不用说了，属于超配的。于是我就先摸清楚他们的线路。浪口接哪里？浪口接到这。路由器的浪1口是把网络跳到交换机上的，这没问题。浪2口则是被胶布接长后进入了天花板，通向哪里的我就不知道了。反正它目前的灯是不亮的，所以我暂时就先不用管它。至于剩下2个口，则都是接到了光猫上。这样的话，线路也看完了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然后我又看了下 AP， 这种 AP 是专门安装在高密度人群的场所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一个带100台设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而且我大概看了下，他们这边装了10个，这样就更加不用考虑 AP 能不能带动100号人的情况了。这样排查下来，设备和线路貌似确实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既然他们反馈网络卡，那么我就用电脑插在路由器上，看看当前网速有多少。经过宽带测速下来是500兆的宽带，那宽带也没问题呀。接着我又把网线接到了交换机上试下网速，337兆，也算正常啊。这里我就解释下为什么把网线接到交换机上，宽带就变成了337兆，是因为他们100多号人用网的原因。这期间你测速的话，会受到他们用网影响，会有一些波动，有时候相差100-200兆也算是正常的。总的来说，这么多人上网的情况下，交换机还能测出几百兆来，那说明外网的问题应该不大。然后我又进了路由器后台，打算查询下它的运行日期。可惜的是，这路由器当天被重启过。这个系列的路由器一旦被重启了，它的运行日期就会都被清空的，这一点还是挺头疼的。这个时候我只能开始抓包分析了。抓包期间，我又查询了 AP 的运行情况。我看了下，他们10个 AP 也都是运行正常的，没有 AP 掉线的情况。然后我又看了下配置管理，我发现他们这边命名了2个 WiFi， 分别是 ABC 和黑钛。起初我以为他们连接的是这个 ABC 的 2.4G 频率 WiFi 才导致的卡顿，毕竟我看到这边的 AP 信号实在是太密集了， 2.4G 网络确实容易被干扰，导致网络不稳定。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在客户端列表面查了下，连接 2.4G 的设备非常少，几乎都是连接 5G 网络的，那按理说更不应该卡才对呀。这越来越有意思了，于是我也连上这 WiFi 看看是什么情况先。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，我电脑连了半天，居然无法连接上这个黑钛的 WiFi。当时我可是在 AP 的正下方，但是偏偏就是连不上的。后面我还反复确定了密码是没有复制错误的，可是电脑依旧是无法连接上。这个时候我只能连接 ABC 的这个 WiFi 了，结果 ABC 却很轻松的就连接上了。
当时我就给 WiFi 测了下速，看宽带经过 AP 之后又会衰减多少。当时我以为能跑个80兆左右，结果却只能跑个15兆。我第二次测速的时候却只能跑到14兆，这就不对了。按理说应该能跑到50到100兆才对啊，难不成交换接到 AP 的线有问题？当时我又尝试连接 5G WiFi 再试一试，没想到这个时候 5G 就可以连接上了。当时我也给 5G 测了下网速，不过测速的结果是非常的不稳定的。第一次测速只有132兆，第二次测速只有80兆，第三次测速只有60兆，怎么越测越少了？这肯定哪里不对劲了。我大概看了一下数据包，短时间内并没有庞大的流量波动，那 AP 的网速为什么如此不稳定？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，是不是我电脑和 AP 连接的速率存在问题？很多人一看到 WiFi 它是满格信号，就容易忽略到这个问题。没想到我一查，居然只有60兆的速率。这还没结束，大伙看画面吧，60一会儿就变成了45了，然后一下子又变成了200，接着又变成了135。短短几分钟内，这速率怎么一直跳来跳去的？有时候甚至直接掉到了0兆。这种情况下，别说测速了，就连网页都是打不开的。当时我拼了下路由，大伙看吧，这拼的延时居然这么高。这还是我在 AP 的头底下连接 5G 来测的。看来问题找到了，是 AP 的问题。但是我寻思的，这 AP 也不差啊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？而且他们说之前6个 AP 用的都是好好的，直到最近又增加了4个 AP 才出现这种情况。那会不会是这4个 AP 存在什么问题呢？当时我就拆了个 AP，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设备检查这个 AP 它是否正常，所以我只能先排除网线的原因了。我把网线接到了电脑上，大伙看吧，不管拼大包还是小包，延时的时间都在2毫秒内，连接的速率显示也是1000兆的，宽带测速更是没有任何问题。我按照这方法试了4条网线，都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当时我就打算把这4个 AP 都换了4下，但同行却和我说他们已经换过一次了，还是一样的情况，就连之前安装的 AP 也出现了这种情况，所以很大概率不是 AP 的问题。当时我就打电话问了下厂家，看看他那边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，但是可能是节假日的原因，我打了半天电话，仍是一直没有人接听。这种情况下，我只能尝试自己找原因了。据我了解，这些 AP 信号本来就非常强了，在这么空旷的地方还装得这么密集，难免会产生干扰。然后我又进了后台查询一下他们的工作信号，结果发现40和36的信号都重叠了起来。当时我就在想，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呢？于是我就人工修改了他们的信道，这整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，我这里就一笔带过了。总之，全部的信道都错开后， WiFi 的速率果然就再也不跳了，始终定在了433兆。因为我电脑网卡最高只能支持433兆，而且我再次拼的时候，他们的波动和之前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，之前还是几百上千的，现在的延迟则是只有2-3毫秒，而且之前的大包是拼不通的，而现在6万字节的大包不但可以拼通，而且延迟时间也在6-7毫秒之间。就这样，这种信道被我错开后，问题就得到了解决。同频干扰我遇到过，顶多几分钟掉一次线又连接上，但是像这边的干扰这么严重的还是很少见的。如果你们也遇到这种情况，就马上查看它的信道是否都重叠了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。好了，希望本期排错视频会对你有帮助。